满注开张。为贺开张大喜，特限3日内购1件者减5文，2件者12文，上不封顶，还望诸位莅临挑选，请。请，快往里去，里面请。来，往里走，里面请。娘子真是好，真漂亮，牡丹，里面请。牡丹，恭喜啊！恭喜，对，鲜花相送，应有尽有。你竟然将它赎回来了。为了开店，你将余钱都投了进去，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记挂此物。今日简直是双喜临门，谢谢你，生意。走走。娘子，这款香粉。卖法，一个是根据颜色提前定下主苗，秋日我们上门栽种，待到来年花开之时，再将花钱结清；还有一种，那就是即刻买下带走。店主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在场的所有芍药，我们都可以即刻带走？是，不过花卉自有习性，这当季买的芍药花期啊，比旁的店铺都要稍微短一些。不过好处便是，您可以及时欣赏到花开之美，也不必苦苦等上1年。当然了，如何取舍还是要看诸位的喜好。得意之时，当然是先享受了再说，谁知道来年是什么光景？店主，我先挑2株上好的金红紫，享受一下它们的美艳。好嘞，您请到正厅，挑2株和您眼缘的，稍后我们让小厮送到您的府上。多谢店主。那我想要株2相欢，今日能帮我移栽在院中吗？这花开之时啊，是不能移栽的，否则会伤了花朵的根茎。如果你想移栽的话，待到秋日适合移栽时，我可以到您的府上再替您移栽。那好啊，我订2株。好嘞，这边请。好。大王，相州段黄河决堤，朝廷欲派户部的人前去赈灾，还请大王能够准我前往。赈灾之事牵扯甚广，你初来乍到，不宜插手。再说了，幼珍怎么舍得让你去吃苦啊？好，我虽没什么经验，但也不怕吃苦。你若去这一遭，可曾想过，于己于无，有何回报？大王，我乃朝廷命官，经邦济国本就是我的职责，何谈回报一说？子书啊，把眼光放长远些。你可知道，当今的天下是何人的天下？赈灾官员者众，你混迹其中，不易出挑，与仕途升迁无异。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别的差事，既清闲又能够结交重臣。待日后有更高的空缺，你也好再进一步。好。那刘畅先行告退。这个刘子书自诩清高，可但还不知道，身为我的女婿，到底该做些什么。大王，刘郎君还年轻，多多教导便是。大王雄心壮志，难道还没有他大展拳脚的那一天吗？好。郎君，这些原不是在大王书房吗？如今是要拿去何处啊？
回郎君，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，大王吩咐了，要定期将它们拿去烧了，免得占地方。烧了。郎君，怪不得宁王不让我去治水，原是我这策略他根本就没有打开过呀。在他心中，我就是个卖笑示主的无能之人，与那越级巫女根本就没什么不同。我已经帮你跟户部告了假，明日我们去骊山小住一段时间吧。骊山的风景虽美，但是那小厨房的口味却不甚佳。不如我们把富贵楼的师傅一同带去吧。随随便便就可告假，户部养我这个袭人有何意义？既然是吃喝玩乐，那我来长安又做什么？怎么，户部那些人让你受气了？没有。既然明日要出城，那我得回官署将未完的公事给了了。今晚怕是没法陪你用饭了。郎君，别再喝了，明日还要早起。若县主闻到郎君身上的酒气，怕是会猜到郎君并没去官署。我又没扫他的兴，我只是背地里借酒消愁罢了。为何如今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他的允许？回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郎君，我说了，回去。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好。哎，这怎么卖啊？这是不是市花？不卖的。明天请。喜欢的送你。慢走。哎呀，店主让我白跑一趟啊，明日可要亲自将香粉送到我那里，配一盏茶才是啊。孙夫人前日刚刚从我这里买了一盒牡丹香粉，这么快就用光了。也好，那明日我便到府上，感谢夏夫人对我们生意的照顾。哎，我这可不是买给她的，小娘子，莫要害我呀。我这个人最不会扯谎，明日还是让我们店里最伶俐的伙计送到您的府上吧。哎，娘子，郎君，哎，哪来的醉汉？那走路不长眼啊！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哎，撞了人了，一句致歉都没有，便想走啊？是你当街拉扯女子，你身后不长眼，撞了我。哎，
6品小官啊，不在官署兢兢业业，天色刚暗，一身酒气，满嘴浑话，一看便是才朽行贿、尸位素餐之辈。哼，纵然有这身皮，也只敢在西市撒泼罢了吧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再瞪一眼试试。我管你是谁！打！给我往死里打！打死他才算本官呐！疼死我了！打呀！给我打！组长，郎君是宁王夫人啊！方才怎么不说呀？下官有眼无珠，下官该死！打啊！怎么不打了？啊！下官该死！走！这，我让你滚！行，走。店主请郎君离开，还请郎君莫要耽误了店里的生意。止伤药也是你们店主给的。是。还请郎君快走吧。多谢。之前我没官职，你对我疏离冷淡。如今我做了官，你依旧还是不高看我一眼。别人敬的都是这块牌子，只有你，在你眼中，我一直都只是刘子舒。没想到，你之前嫁过人，还经历过这些惊心动魄的事。我不是刻意隐瞒，我只是觉得说出来徒增烦扰。你们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？你竟敢在堂上怒骂县令，为自己辩白合理，你才是女中豪杰。我看那刘畅倒与他爹娘不同，会道歉，会自省，富贵不移，可比那王琴好上100倍。他对你真心不假，有这样一个君子记挂，倒让人有些艳羡呢。沙生义，真心在意一个人不是这样的，不顾对方的想法，不断纠缠，这不是深情，是自私。这样的感情根本不值得羡慕。对了，花行的拜帖送过去了吗？我去送了，但门口的人不收，说必得大店主亲自前去差遣诚信。我就不明白，我们生意做得好好的，干嘛一定要去行会拜行头，受那份气？这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规则，无论是平抑物价，还是收缴赋税，都是行会之责。而长安所有的鲜花生意都由花行掌控，我们若是想让生意顺遂，就必须要加入行会。这之前，咱们是小本买卖，入不了人家的眼。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，这个交道，咱们避无可避。行头极有威信，轻易得罪不得。之前王琴与9行行头起了局语，对方一句话就险些害得我们关了门。
后来多番上门求情，这才求得对方高抬贵手。这不是欺负人的吗？没办法，行头就是这个市场的老大。对了，到时候啊，我们尽量低调一点，能忍则忍。若是能够顺利加入行会，日后的生意也能顺遂一些。大夫记住了，对人家客气点。知道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让你们店主亲自前来吗？我就是花门。白某拜见行头，盼您引路。白店主您请。明明是我们先来的，你凭什么让他们先进去啊？人家是店主亲自前来，你们呢，派3位小娘子，如此怠慢，懂不懂规矩啊？我们也是。我就是花满珠的店主，他们2位与我合伙开店，皆是当家的。我们3人诚心拜访，还望郎君能够引路。随我来吧。有劳了。走。主家，花满柱女店主等2盏茶了，她身边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。行头、主家，可要去见？店开出来了才想着来入会，必得挫一挫他的锐气。茶喝完了就继续添水，时间到了我们自然会下去，不必再来回话了。是。玉英啊，咱们喝完这盏就去吧。吕兄，太仁慈了。她一个小娘子，多晾一阵，心就慌了。之后再聊正事儿，也便一些。好，那就依你所言。先我们一步进来的店主，1刻不到就办好事走了。我们呢，从未时等到有时，到现在没人下来，什么意思？故意的吧？啊！大福，消消气，喝点水吧。牡丹，行头怕是不会来了啊。这水也没人倒，没人倒个水吗？这孩子真是没办法。来了。见孝亲呗。行头，副行头，久等了。花行事务繁忙，2位肯抽闲意见，我等无不感激。花满柱生意红火呀，店主这大忙人能登我们的门，真是稀客。奴家初来乍到，之前是小本经营，不懂行规，失了礼数，今日特意前来赔罪。大夫。花行昌盛，皆是2位带领有加。奴家今日自请加入行会，愿为行会尽一份自己的力，还望行头、副行头能够答应。坐吧。多谢行头。这女子做生意多是在市集摆摆摊，能把店开进西市的，也都是依仗着夫君。待你嫁人成婚，这店总是要兑出去。不若今日，就将这店交给行会打理，价格不会亏待你们。之后你就到行会的铺子做个花匠，也不算埋没了你的养花之才。我无意成婚。哼，店主看起来与我女儿年岁相仿，说不成婚恐怕是气话。日后你还要相夫教子，孝敬公婆。顾好内宅也是不易，我们也是为了你好。待你成婚有了儿女，你哪有精力做买卖？能进入行会的铺子，我们也是精挑细选的。你若干了2年便甩手不干了，丢的那是行会的脸。男子成婚有了孩子以后，也不会妨碍经营铺子。就算他日我真的成婚了，也不会影响生意。
你这个小娘子怎么这么倔呢？你能和男子一样吗？情商不像你想的那般简单。行头，店铺关张牵连甚广，我们如今还欠着别人的钱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姐妹几个如今只靠花满珠来维持生计，还望二位能够高抬贵手。花满珠愿从花行指定的花农花商那里进货，定会遵守规矩。店主既然这样说，花行也并非不近人情之所。若要平息误意，你们加入，分成当比其他男子所开铺子要多一些，店主可能接受啊。行头想要多少分成呢？55分。55分？我们已经有个吸血的债主了，再和你们55分，那还赚什么？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！大夫，为何女子要比男人多付钱？我们比他们差哪儿了？你们谁不是女子生大养大的？大夫，别再说了。看看，我就说吧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行头还想给他们个机会，你看看，多粗俗无礼！若是让这样的人进入行会，那还了得啊！你说谁鲁莽粗俗呢？还不是你先打断牡丹说话的？还有，你凭什么管我们什么时候嫁人生子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又不是我阿姨。大福，回去。大福，不要冲动。行头，55分，我们实属难以接受。花满柱如今生意兴隆，行头不会不知。如此轻视，难道只因我们是女子？花行之前的确没有女店主加入的先例，若你们加入，又与众男子平起平坐，恐难堵上悠悠众口。你们若实在为难，4、6分成也可，还望店主考虑清楚。4、6分已经算是给你们脸面了，求人办事，不要不知好歹。我本诚心拜见，想与行会荣辱共进，没有想到，行会竟然有这般毫无道理的规矩，视我等女子为蝼蚁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没有什么可谈的了。告辞。走。不要意气用事，花行咱们得罪不起，要不再去跟他们说说吧。大夫脾气虽暴，但话糙理不糙。咱们既然已经有了一份无法推脱的分成契约，若是再被行会如此欺压，那这店还开个什么字呢？走。娘子，我也不光是只有你家一单生意，花行发话了，说你不进行头，藐视行规。我若继续给花满珠供肥，那行会其他家店铺的生意便没得做了。我们偷偷在你这里买，绝不会让行会发现。这事之前不是没出过，但是行会耳目众多，娘子要的花肥量实在是太大了，哪里瞒得住啊？唉，实在对不住了，你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我们可以深夜运送，价钱都好商量。算了，大夫，走吧。这行会下手也太黑了，断了我们所有进口的渠道。牡丹，若我们去更远的地方买肥料，晚点施肥可以吗？不行，一旦错过了最佳施肥期，无论日后如何弥补，开出的这茬花都不行。那要不咱们再去一次行会，和行头他们服个软？那怎么行？有时女子示弱，反而能得到男子的怜惜。咱们就忍一忍，先把这个难关过了。不行，我们如果现在去低头，只会让他们更瞧不起。难道你真想4、6分成吗？行会如此行径，就是看不起我们女子经商。咱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日后的困境只会多不会少。难道次次要隐忍退让吗？
俗话不是说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？若一时的忍耐可以换来日后的安稳，那也是值得的。杭慧这么对我们，他就是在打我们的脸。若是这次我们忍了退了，他们会更加变本加厉，而其他人依样学样，到时候谁都可以上来踩上咱们一脚。要想得到他人的尊重，我们必先自重。那化肥之事，若是买不到，咱们自己造。这药铺煮过的废料药渣，屠户丢弃的羽毛粪便，酒楼吃剩的肉骨鱼刺，不都是做肥的好料吗？咱们低价去收，找一片无人开垦的荒地，辛苦些时日，定能沤出自己的肥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先吃饭，吃饭好。菜来喽！来。哎，别掉下去！大福，大福啊！怎么样？成了，成了！太好了！来来来。郎君，停步！拿的什么？啊，孩子的鞋袜，何娘子送的。你身上怎么这么臭啊？哎呀，我身上这味道也是拜她所赐。东西和你都不准进来。郎君，您就不好奇何娘子发生什么了吗？用不着我问，你能忍住不说？知我莫若郎君。何娘子啊，不肯向花行低头，得罪行头，被禁肥了。哎呀，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，现在成天要跟腐肉粪便为伍。本来是一身铜锈，现在变恶臭了。哎，太惨了。还不去沐浴？把这些鞋袜拿去散散气味，熏香了再给孩子们送过去。是。进来吧。我就不进去了。稍等一下。强君，我这房租可是每月分文不少的上缴，你这夜闯宅院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我先敲的院门，是你在屋里没有听到，我只好去敲屋门了。你可是亲口邀请我进去，我都没进去。我那不是以为是生意吗？蒋君深夜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你给孩子们送的鞋袜我收到了，我替他们来跟你说声感谢。另外，送个回礼。不用这么客气的。
川渝呢，每次来你这拿一次东西就得沐浴一次，实在麻烦。花行进肥算不得什么大事。明日你去行会报上我的名字，谅他们不敢为难你。多谢将军，只是我不能再欠你的人情了。将军身份特殊，若是贸然为我这籍籍无名的商户女出头，引来什么非议，我这也担当不起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给花娘使你这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官声再雪上加霜了。无论遇到何种境遇，都能不改其志。看来我没投错人。走了。下个月记得拿我送你的这个枣豆先沐浴了，再来蒋府交粉红啊。是，将军慢走。芍药的定金，哎呀，这不向别人低头，只靠自己，真是痛快。这资质花肥，虽然解了燃眉之急，但不是长久之计。若再这样下去，只怕这店还在，咱们要累趴下了。以后还得找一个时机，彻底解了这进肥之事。先去忙吧。店主结账。好。前日有人来咱们这里订了梦蝶香，但送货地点留的不是府邸商铺，而是一座桥。当时我们就觉得奇怪，但见来人打扮周正，看着像富庶人家的婢女，就没在意。谁知今日我路过，这花盆还放在那儿，我以为是买家忘拿了，结果一看，那花都折断丢在一边，根茎都没了。你们看啊，这切口整齐，定是利器所断。可惜这些花了。你们说这对方买花，为何将最贵的部分丢弃，反而要拿走这根茎呢？我们担心是行会的人搞鬼。不可能，他们深知花价，怎会弃本逐末？难不成这对方有什么怪癖不成？今日那婢女又来买花了，送货地点不变，那这花我们还卖吗？又来了，卖不卖，要看对方是什么人了。娘子小便，前面还有一家。你别老往那边开，大夫。是个娘子，难道她是买家？再看看。等一下，大夫，这光天化日的，你们要打劫不成？笋花是你买的吗？是啊，这是我在花满处买的。喏，这是凭证。你们到底是何人？我是花满珠的店主，之前见你已经毁了一株芍药，实在不忍这株再被你折损，所以这才前来阻止。若是刚刚惊到了娘子，还望见谅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女店主。娘子可知，养育一枝芍药枝开花，需要花费多少心思？你既已花钱买了它，为何不好好养护，还要将其折损呢？
我自然有我的用处。听说吕行头有个爱女，名唤吕根春，年纪样貌似乎与他对得上。你是吕行头的女儿。好啊，你们行会进肥也就算了，还想把我们的花都糟蹋了是吧？你说，你阿姨派你来到底想干嘛？我做的这一切，我阿姨都是不知情的，你们千万别误会。这样，以后我再也不会捡你们的花了。以后你就算来买，我们也不会卖给你了。行会步步紧逼，不如拿此事做法。若是花行众人得知吕行头的爱女私下糟践芍药，吕行头的名声定会有损。他若不愿此事闹大，愿意同咱们和解，那或许花肥之事就能解决了。想跑回来！此事真的与我阿姨无关，你们打我骂我都无所谓，但千万不要告到行会去，求求你们了。大夫，放他走吧。放开。生意，把钱退给他，我们不卖了，让他走。牡丹，不管我们跟行会是多么的水火不容，但这些都是生意场上的事情，不应该牵扯家眷进来。况且他是花了钱的，无论如何处置梦蝶香都不为过。我们只是出于爱惜，才前来阻止。世间对女子多有苛责，若是将此事闹大，只怕会越传越悬，最后会导致他名声受损。你走吧。多谢。牡丹，你太好心了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，就不怕有后患吗？我方才见他言语坦率，神色真诚，不像是心机凶险之人。或许他没有说谎，此事真的跟行会无关。那他就是喜欢崔这芍药，他们家自己也种花，怎么不会捡他自己家的花去？这是什么花？从来没见过。这不是赏闻之花，是可入药治病的龙丹草。红娘子，我来给蒋军交上个月的分红。啊，我家郎君他现在……哦，若是蒋军有事的话，我在外等着就行，不急的。啊，进来吧。何娘子请。蒋军，这是您的利钱。往常死皮赖脸的讨价还价，今日这利钱怎么来得如此准时？蒋军对我恩情如山，牡丹哪里敢欠蒋军的钱？您放心，这里面每个铜板我都焚香擦拭过了，绝无一点臭气，足见牡丹对蒋军的一片忠心。店都开出来了，你这利钱不够啊。新店初始，难免会投入更多的钱，但下个月的利钱绝对会多上许多，一定不会让蒋军失望的。蒋军若是不信，可查看账本，您给我的钱每一笔用在了何处，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没时间看这个，你自己和蒋府的账房核对便是。只要你不作假，不藏私，每个月的利钱比上个月的多，这店你便能安稳开下去。牡丹明白。没事了，没事出去吧。牡丹先行告退。蒋军，这琼台玉露花期已过，刘员外了。
何事如此急切？我家郎君还在午后小憩，不如我去通传一声。随之与我亲若一家，子叔亦不是外人，何必在乎这些繁文缛节？大王，今日朝堂上都闹翻了天，随之倒是好雅兴，躲在家里玩花弄草。朝堂之事啊，自有大王撑着。如今各部啊，因为科举改制争论不休，我又何必去当靶子？这不是子书吗？洛阳一别，今朝你入关户部，亲事将近，还未道喜啊！啊，子叔。随之可跟我夸赞过你洛阳旧府当中的牡丹盛景，这么看来，你们也算是同好旧谊。日后无论是做官还是赏花，你们都要同心协力，互商互谅才是啊。是。不过这春日已过，随之兄怎将一株败了的牡丹摆在房中啊？唉。不过是下人偷懒，忘了挪出去。你的亡妻何氏最善料理牡丹，子叔兄莫不是见花思人了？这个蒋狗官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随之兄说笑了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先是不爱琴棋书画，唯好视草物花，与刘家向来格格不入。我先前亦少有闲心去欣赏。他丧命虽是不幸，却也得以自由无拘，也算是一桩好事。子叔这番话还真是格局高远。难得大王以子叔来我府中，我府上啊先请了一小花轿，将花园装点一新，还算雅致。不如一步一关。论这些雅趣，随之真是无人能比啊！本王倒要开开眼。来，子叔兄，请。这老头一死，国子监诸生纷纷请奏，重提徐公科举改制，重审全选之愿。圣人唏嘘，师徒一场，以心软恩准。不过大王放心，这些寒门啊，如无根浮萍，即便入了朝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这些学子们口口声声嚷着要将官学、私学录取比例改为6比4，全然忘了士族勋贵才是我朝立国之本。如今要扶持寒门，还要打压全选得官的士族子弟，村卑逆反。如若真出了乱子，怎么对得起徐老的在天之灵？依本王看，即使为了寄托哀思，7-3就已然足够了。长阳明白，圣人那儿，还请大王放心便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事，如若有合适的从四品官衔，还望替子叔留意着。子叔并非无德无才之辈，大王想要提拔他，哪里需要我帮忙啊？徐老刚死，
这些学子言官们吵闹不停，毕竟是自家女婿，何必落人话柄？子叔高才，定会得到圣人赏识，日后升官，名正言顺，绝无人敢智慧。子叔啊，你若有随之一半的机敏通透，有朕也不会。本王先走了。看着什么了？我没看到。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晕倒后嘴里说的胡话可不是这样的。你说冤有头债有主，要报仇找蒋狗。我说的肯定是要赚钱找蒋军。不必装了。我杀徐公那夜，你在场。之前看你嘴严识时务，我没动你，但今日，你管得住清醒时的嘴，却管不住梦中一语。终究是。
行了，啊，见好就收吧，别把人家小娘子给吓坏了。老头，先吓唬人的可不是我，之前能把人骂死，现在能把人吓死。你们两个已死之人啊，都是臭味相投。一听到有人来了，都跟猴似的，直往柜子里窜。叫老师。哎。您不是鬼啊！您没死啊！你们师徒情不早就断了吗？视若仇敌了吗？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啊，若是不断了这师徒情，势如水火，这老头能活到今日吗？我明白了，那日你杀的不是徐老。老师一心为公，出了宁王的逆鳞。那夜我去老师家中，本就是商讨此事，但老师迟迟未归，我担心有异，便追了出去。没想到宁王如此急不可耐。那夜大雨，河水暴涨，我便用了一个与老师身形年岁相仿的死囚偷梁换柱。宁王当夜没有等到杀手回话，亦派人去寻，但他的人一无所获，只看到了没过岸的滚滚河水。直到第二日，众人的尸身才被打捞上岸，因面目全非，仵作只能通过衣着配饰、身形牙齿来确认身份。宁王随了月便不再深究，信了我伪造的杀手与护卫两败俱伤的假象。事发突然呐，若不是随之及时赶到缜密应对，老朽怕真的是命丧黄泉喽。老师深得民心，又备受清流学子们的拥戴，宁王不容他活着，救得了一时，救不了一世，我便只好将计就计。此等机密之事，你为何对我全盘托出啊？方才是你一事，见你尚算仗义老实，便给你一条生路。老师假作家丁，在蒋府养伤，乃市局从权。可不论是蒋府还是欢云楼，往来的达官显贵太多，长久下去，迟早要出事。那我明白了。徐老，您若不嫌弃的话，不若搬到我的店中。这西市多是平头百姓，少有显贵登门，我可以给您安排个内间居住，大隐于市，只要当心一些，不会被人发觉的。那自然好啊！哎呀，要跟这个臭小子同一屋檐下，我就算不被砍死，早晚也得气死。老朽呢，当然也不会白吃白住你的。明算科我略有小成，要不我给您当个账房先生如何？这可不敢，不敢。这国子监的祭酒怎么能给我当账房先生呢？哎，万一算错了，你正好管他要钱去。没你，他也没少找我要钱。再加上你啊，他能把蒋府吃干抹净了。那既如此，徐老，您就同我前去。慢着，川渝。
这里面是他足浴按摩的药粉，还有他每天早起要喝的茶，用完了再来取。这么细心，这老头啊，留着还有用。你这条命赊在我这，人照顾好了，若给我弄残了病了，你这条命，我连本带利的要回来。将军就放100个心吧，我这个人啊最惜命了。对了，徐老，这李姓是我的表兄，也是您的学生。您去世以后，他日夜伤心。如今您这般安好，可否告知他一声？不能说。李信心虽赤诚，但品性单纯，不会作为。知道了，若说漏了嘴，我这刀下又得多添个冤魂。哎呀，别老吓唬人家，再吓唬人家，我把你也给灭口了。有些事啊，危险重重，为了李兴的安全，还是不要告诉他。明白。当心些啊！哎，好嘞。来，喝点水。谢谢生意。这前些日子还说寄人篱下都有不便，怎么这一晃眼凉亭都建起来了？不搬了？我想日搬家啊，实属太麻烦了。不若将这里好好料理的舒服自在一些，当家住着。有了这凉亭，日后还可以解闷小憩嘛。牡丹，你怎么突然领回一位账房先生啊？安置在店里还不许人打扰，是不是我先前算错了几笔账，你生气了？没有的事儿，我是看你平日实在是太忙了，想找个人帮你分担嘛。这个徐先生啊，精于珠算，我可是花了高价从旁的店给抢过来的。这平日里藏着些，是怕原来店主知道来咱们这里闹事儿嘛。日后有他理清账目，稳固后方，咱们便可以抽身了。但待人接物、卖花经营之事，还得靠你。好。此次借助帝师遗愿，还有礼部的支持，终于重新科举改制。虽无法做到纯粹的量才用人，但好歹将寒门士族的入仕人数变为了3比7。这寒门学子有了出头之望啊！全选之官，虽能除去一些贪腐官僚，但于宁王而言，却未能上及根本。那被弹劾的崔侍郎，实则是宁王安插在吏部，助他操纵官员任免的爪牙。他和各氏族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可他就是死活不肯交代幕后指使。现虽已判流刑，但没翻出什么波浪，就这么接过去了，着实可惜呀。可惜不了，刑部依法办事，宁王又派人盯着，自然审不出什么。但是到了蒋府，可就不一样了。
快快快！把他跟上！快快跟上！都跟上！快点！快点！哎呀！哎，干什么？哎，可以。我忽然腹痛如绞，眼看着馆驿还远着呢，能不能容我方便一下？你跟他去，别耍花样啊！别给我耍花样啊！走，其他人给我蹲下，给我蹲下！快点！你就这儿吧，别给我耍花样啊！快点！怕死就接着跑，看看是你跑得快，还是我的刀快。好看，好看，不知师弟之勇，我有家财万贯，只要华敢救我可尽数奉上。巧了，你阿爷最不缺的就是钱。哎呀，花满柱下定赊账的客人可真不少啊。为了防止跑单落空，不若规定，花费过100贯的老客，需留下他们的家帖，签字核实之后才能够赊账，月底清算。徐公所言甚是。不过徐公，您是国子监的祭酒，又是蒋军跟表兄的恩师，您来此处只是为了避祸的，不必亲自操劳这些。见微知著，你以为我只是看一小小花店的账目？非也。只有安居乐业，百姓们才会花钱去买一束花、一抹香。老夫看的是赋税民生。牡丹受教了。哎呀，房子小了点，朝向也不好，布置嘛勉强说得过去，实在是委屈老师了。这开店至今，蒋军第一次屈尊降贵，亲自来视察，是怕我怠慢了徐老，还是故意来挑刺的？何前人不来巡店，是对你的信任。既这般不领情，那今日备的这份贺礼，只怕你也不想收了。川渝，咱们走。蒋军高洁如兰，气魄宽广，牡丹怎能不欢迎呢？这来就来了，干嘛这么破费？哎呀，这么精致的卷轴啊，是哪位大家的字画呀？牡丹湖哟。哎呀，这4个字写的是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还真有一点大家张芝的遗风呐。老师谬赞。这牡丹早就下市了，蒋军送这礼迟了些吧？我眼前不就站着一个牡丹吗？还不将它挂在店中醒目处，好提醒牡丹店主时刻自省，莫忘何前人恩德。蒋军这是骂人呢，还是来砸场子的？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名家字画呀！刚才抢的时候，不是还欣喜若狂吗？我家郎君行草一绝，平日里文人墨客踏破门槛，千金想要求得一幅，这可是有市无价的大宝贝，贺娘子一定要好好珍惜。这般不喜欢，罢了，拿了。不给，既然送我了，
我去当了卖钱，我也不会还你的。既然收了，可要好好品悟，生意兴隆，按时交利，更要照顾好老师。走了。徐公，您看看，您看看，每当我觉得这个蒋狗良心尚存之际，他就非要做一些想让我跟他提刀拼命的事情。您说说您这个学生啊，就如同鼠戏变脸的戏子一样，这面目是一层接着一层的，是善是恶，是忠是奸，是妖魔投胎呀，还是铁石心肠啊？一个心甘情愿背负骂名的人，不以为苦，反倒自得其乐。你说他是什么人呢？贱人！范总啊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好好，来进来看看吧。这是上次在我们店买的吧？是呀，来看一下，看新的。来来来。他彻底解决了减肥之事，还雇了无主的农户做肥师。这样眼下他手里的花肥不仅可以足够自给自足，还能拿出去卖，价格比别处的都要低。咱们花行的花肥生意这一下子少了近2成。他这是打定主意要跟花行对着干。啊！既然他不识抬举，就休怪我不客气。来，这招好，但是要不要给吕行头报备上？这等小事不值得行头烦心，照我说的做便是。是。这近日也没有节庆，怎么蒋府如此热闹呀？这在后院，大操大办的唱戏，可别糟蹋了咱们的花。我去看看。哎，啊，这。呀！我蒋元堂久仰娘子诗画才情，虽只见过3面，心中却是佳人不在兹，取此遇谁与？在下大胆求娶，若能聘你为妇，永结同好。我愿散尽府中女士。此生绝不纳妾，永无通房，唯与你朝夕相对，直至白头。蒋郎乃高门贵子，若无3妻4妾，只怕子嗣单薄，为人非议。哎，世间总有万千绝色，我心唯有一人独好。此生若无你在侧，川渝，哪怕娇妻美妾，这蒋元堂是谁啊？满堂是郎君的父亲。夫人的冥寿将至，这人上赶着巴家来了。没想到蒋长阳的父亲如此痴情忠贞，这寻常的富贵人家，亦是一堆银两美婢，而蒋家世代为官，却能做到宠妻无妾，实属不易。冯若欣为妇，一世伉俪轻身。冯若欣生前，蒋府无一美妾，直至病逝。蒋元堂亦未有续弦，此情传唱四海，人人称羡。
将军，冯夫人50冥寿将近，下官知道冯夫人生前爱看傀儡戏，特意写下令尊令堂相识的定情故事，聘来戏班排演，只愿稍解将军的思母之情。好故事，好才艺，赏。乐师一人各赐50贯。谢将军。你献上这么一出好戏，要我如何谢你啊？下官只愿入长安为官，为将军鞍前马后，报效左右。传谕，待我起草文书送去吏部。此人买官行贿，为恶一方，便去西北喂马。是。将军，下官哪里得罪，还请明示啊！将军，小人一片担心，还请手下留情，高抬贵手啊！我家郎君已经格外开恩了，要是再敢吵闹半句，定叫你无法活着走出蒋府。走。将军。畅清小铺卖什么好呢？新疆正宗西梅，美味健康。山东烟台苹果，清甜可口。还有我们桂林马蹄，香得很。苹果西梅加马蹄爆珠，好喝爆了！畅清爆珠酸奶新上市了，苹果西梅、马蹄爆珠、西柚芒果、青稞爆珠，爆珠爆有料，新年享畅清。把你捧在手心里。优乐美中式健康新奶茶，邀您继续观看。选消毒级卫生巾，零真菌更安心。淘淘养棉邀您继续观看。这木偶倒是做得用心，真与母亲有几分相似。今日你若在场，恐怕要被气到呕血了。没关系，这世间至少还有我。永远念着你。你若也想我，便多来我梦中看看我吧。什么气味？来啊！我还奇怪，蒋府向来只有铜锈味、熏香味，什么时候竟有了这小餐上的烧烤味了？我看是你的蒋府缺了一点烟火味。我本来想烤好以后再叫你的，没成想你鼻子这么好，寻着味道就来了。坐下吃点吧。
若是考得好的话，不讨你什么赏；考得不好，别把我丢到西北喂马啊！我怕你把那些马给倒卖了。这凳子太硬了。川渝，去拿个软榻来。是。坐。来。你是因为你母亲的名辰快到了，思念过度，这才心头不快的吗？世人皆道我父母恩爱一世，情缘天定。可只有我知道，那所谓的佳话不过是笑话一场，就是那番痴情不改、忠贞无二的嘴脸，害了我母亲一生。原来是献媚的小官，这马屁拍到了马腿上。所以你父亲从无二心的美谈是假的。也许一开始是真的吧。我小的时候，母亲弹琴写诗，父亲吹箫作法，何其恩爱。只是后来，我们举家搬到了长安，乱花迷人眼，他爱上了旁人。可众人皆知，你父亲不是没有纳妾吗？他自然是不好意思破了誓言，于是便将那女子纳作别宅妇，自此再不归家。直到母亲病逝后，他便急不可耐地要娶那名女子，我只好以死相逼，才帮他保住了忠贞痴情的美名。如今一切都已反于尘埃，却还要写戏传扬，岂不可笑？所以你跟宁王说，你这辈子誓不娶妻，也是真的。情爱如浮云一时，男子朝三暮四，知道人之常情；而对于女子来说，却毁其一生，何必害人害己？我当初助你和离，也是想到了母亲。我多么希望她能和你一样，放下执念，潇洒转身，这样也不会落下伤心而亡的结局。或许我这个人爱别人无法胜过爱自己吧。与其一辈子被困在内宅之中，要违心的讨好夫君，跟妾室争宠，还要被公婆规训，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，自己过活。你纵然和离，但年岁尚浅，女子独身过活何其艰难。日子久了，过去的苦楚渐渐忘了，你便会后悔今日所言，想要有个家为依靠。让人心安处，方是家园。如今我已经有了这个安心小家，很快活了。不对啊，你才比我长几岁啊？为何你的誓言作数，哎，我的就会后悔呢？你成日美人在侧，恐怕你的誓言更容易破吧？敢不敢跟我打赌？赌就赌，不过这赌注必须得让你倾家荡产，才值得我下这一注。那就赌10万贯。到时候看看是你的蒋府府库被搬空，还是我的花满柱倒闭。立字为契，不许耍赖。头一次见人送钱送得这么有志气的，我成全你。等着，我去拿笔墨。不用。
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落款。就这么落呗。哎呀，火没了，都烤糊了这。哎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居然怕火，你还敢笑话我们女子独身不易？那我今日便给你表演一个喷火绝技，我看看蒋军到底有多勇猛。蒋长官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平日里都是你欺负我，还不能欺负那你还好没有压到我的花。是吗？那你的火钱哪儿去了？坏了，我的火药鸡蛋可别真着火了。我钳子呢？哎，去哪儿了？哎呦！这火药金丹啊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宛如一团烈火，又不失柔美缱绻。你之前不还说牡丹无用吗？这又不是牡丹，这是芍药，还是我们家三郎定下的芍药。懂得还挺多。看在火药金丹今日开花的份上，再喝一杯。来，夜里风凉，披上点儿。这是什么丑东西？我不要。哎，金线绣的，你最喜欢的金疙瘩。金疙瘩，同号，同号。谁啊？小姨，还不把郎君给我捆起来？是。哎呦，跪好！没有想到，我的美梦也有成真的这么一天。还动！若曦要是知道你光天化日之下与一娘子醉卧在花丛，定要气得掀开棺材板，我抽你耳刮子！小姨，我都说了1万遍了，我们昨天就是赏花入迷，喝醉睡着了，
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他，就是我府中料理花的花匠。今年府中的芍药甚美，你手艺不错呀。多谢冯夫人赏识。这花我外甥媳妇儿我都要了。你多大的人了，今年再不娶妻，我都要替你阿娘揍你。这不管怎么说，人家娘子的名节和清白都被你这个小畜生给毁了。你必须要给人家一个交代。今日下聘纳采，下月初8成亲，大吉大利。您误会了，我跟厉生没有半点私情，我们是再单纯不过的金钱关系。你放心，千金聘礼，上百田宅商铺，我定不会让他在钱上面亏待了你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小姨还是最懂我的心意啊。我的确心仪牡丹许久，非她不娶。不是，哎，你这手放哪儿呢？他只是我的债主，你若是嫌钱多，你给我减些分成，我倒是可以给你当一个酒肉朋友，但最多只是酒肉朋友的关系。你想跟我成婚，想都不要想。你看，不是我不娶妻，襄王有意，神女无心。我一腔相思已化成滚滚钱帛，却始终敲不开牡丹的心啊。你平时不……牡丹，哪怕降分成多让利，我都愿意。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好，好，好，臭淫贼，还想占我便宜！告诉你，你若是再纠缠我，我就吊死在你这个蒋府门口！牡丹，若是不能与心爱之人在一起，我宁愿终身不娶。看来我注定孤苦一世。出身商贾，却不为了金钱出卖真心。好娘子啊！啊！这么多年，我终于见到有人敢揍你了。你放心，这外甥媳妇儿，我要定了。不是小姨，小。我家郎君说了，契约改为3期分成可以，但冯夫人不好糊弄。既然答应了做戏，务必拒绝到底，绝不能让夫人有一丝可乘之机。冯夫人，您无论给我多少珠宝，这门婚事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。您就死了这条心吧。牡丹误会，这些礼物是我为外甥轻薄唐突之行，代为致歉所赠。无论你中不中意他，这些礼你都该收。我与蒋长阳花丛共宿，若是叫庞的夫人看到，定会斥我行事不检，为人轻浮。况且，我还当您的面打他一耳刮子，难道您不觉得我贪财凶恶吗？男女共宿，若骂轻浮糊涂，那也应该骂男子才对。骂女子算什么本事？我那个外甥本就荒唐，你打他骂他，打得好。那至于贪财，你是做生意的，谋利赚钱是你的本能，又有何可指摘？没想到蒋长阳竟然有如此通情达理的小姨。我年方18便死了夫君，从此再未嫁人。这些年我养着船队，行商四方，外邦都去过，什么风言风语没有听过。若不是有一双去伪存真、无畏世俗的眼睛，我哪能活到如今呀？这世上，女子生活实为不易，理应该互助体谅才是。